您可以自己去掀开它，然后看到就是这个老照片里的建筑现在的样子。大家好，今天呢，这个回望记前行王维铁路遗产考察与保护的这个展呢，在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上正式开展了。然后那么今天呢，让这个策展人刘畅，也是我的老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展览的布展思路，还有一些个这个思想方面的信息。好的，我们回头看啊，回望记前行，这是我们这次展的主题。那在定这个名称之前，我们其实有好多待选的名称，比如说什么古今对比呀、穿越、铁路今昔啊，等等等等。那我们觉得这些可能都含义上面有一些直白和浅显，太单薄。对对对。然后呢，我们为什么最后定了这个回望记前行？它其实是有一个出处的，它是来自于一个俄国的思想家，哲学家 Herzl 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充分地认识过去，我们可以弄清现实；深刻地理解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向后看就是向前进。我们觉得这句话特别符合我们这次办展的意义，所以我们把最后向后看就是向前进缩减成了这个回望记前行。那回望什么呢？我们要回望我们先人留下的这些铁路遗产和它背后蕴含的一些人文的精神。我们还要勇敢地回望我们已经逝去的这些老的铁路遗产，这些老的不可复制的建筑。我们还要回望王维这17年以来文保之路。王维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他一直在践行了他文保的这些可贵的精神，然后总结出来了这个文保实践方法。我们觉得这个文保实践方法就是我们前行的方向，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回望记前行的这个主题。介绍一下，这个文保实践方法呢，实际上就是在2009年，这个文化部颁布了这个不可移动文物的这个认定方法之后，然后每个公民都可以向这个历史遗存的这个所在地这个文物部门去递交这个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申请书。这样的话呢，我就利用了这个方法，保护下了30座这个老的铁路遗产的建筑。对，在展现这些建筑的时候，我们是把王维从2005年他15岁开始保护第一座建筑，然后每一座建筑下面我们都放了他曾经经历过的这些，比如说新闻的报道啊，比如说他申请的这些不可移动文物的认定表，我们都贴在了下方，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这些报道、这些认定表来了解它真实的这个文保的过程。我们可以接着往前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常明显的整个一个大画幅的照片，这是王维在2019年保护下来的康庄机车房。那当时呢，我们在这个机车房里，进行拍摄。我们在机车房里面，行走啊，奔跑啊，掀起了很多历史的尘埃，然后这些尘埃就和夕阳下的阳光有一些碰撞，然后形成了这种丁达尔的效果。然后，所以我们选这幅大画幅的照片，在这个50平米的展区，会让这个展区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会让它变得更开阔一些。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来参观展的好多朋友在这里拍照，或者是停留在这里看了很久，好像在思考某些问题。这块呢，实际上是我拍摄的这个2600多座这个中国的遗产铁路火车站，在这个舍不得踩啊，洗出来的照片之后呢，搁在地上。因为刚才这个策展人说了，说这个阳光打在这个车
车库里头照射出来这些个历史的尘埃嘛。但实际上，我觉得我拍摄到的这些个历史的遗存啊，就这些个铁路遗产铁路遗存，实际上就是大多数都是被人们所遗忘所这个践踏的，对，甚至是践踏的这个，所以呢，我就想干脆就用这么一种形式把它这个洗出来，把照片洗出来之后散落在地上那么这个肯定会有一些个观众呢就会不经意这个踩到，不经意这个踩着这些东西，没关系，踩着就踩着，或者说您特别喜欢哪张，您拿回家也没问题。对，刚才有朋友就说这些比较精美的照片舍不得踩，其实可以任意的去踩踏它们，然后每个人对于这一片区域可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对，那我认为我们设计的这个区域也是一个祭奠吧，算是祭奠王维那些努力保护但是没有保护下来的那些老铁路的建筑，也纪念那些王维都没有机会去保护就已经被拆掉的老铁路。对，所以我们有一些这个设计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任意的踩踏或者是捡起来看看有没有您家乡附近的老的建筑，可以也是掀起您的历史的尘埃去怀念和思考。对，说到这儿我补充一点这个中间这儿还有一些这个历史的这个实物，实际上这些照片呢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这个第二历史，就是说它是通过这个图片去把当时的这个历史给这个承载或者说记录下来，但是说这些个砖呢是实实在在的这个第一历史，是我在这个田野考察的时候在铁路沿线发现的就是100多年历史的这个老车站的实体就是他们被拆了之后，我一看上面还有字母砖，比如说像这个 PMR， 这个就是 Peking Mukden 就是穆克敦奉天，就是现在的沈阳 Railway PMR 这个老砖我们也是把它给搁到这个展上来告诉大家这些个历史的碎片。我们转身看到这个区域，这是一个我们这次特意设计的一个能和大家就是有互动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在国外很多博物馆里学习和体验了很多这种被展的物品，还有参展人之间也可以有真实的这个肢体的接触。所以我们今天上面写了一行字：掀开历史。掀开就是真的掀开。第一页所有的照片都是老照片，然后您可以自己去掀开它，然后看到的就是这个老照片里的建筑现在的样子，然后上面还有一些文字的解说，大家可以主动的去发现。我们看到有一些建筑它可能今天就没有了，而且还是在有这个文保身份下没有的。那有一些建筑会保存的比较完整，然后有一些建筑虽然保存的比较完整，但是它可能已经没有还没有文物身份，它是危险的。所以我们上面还写了我们今天还剩下什么，那还剩下什么我们用这个空格有一个开放式，希望大家来填写这个答案。所以就是希望每一个来参展的人都可以主动的去思考，然后我们认为掀开的这一个动作是可以打动人、触动人的，因为你掀开这一个动作可能就经历了几十年或者是上百年的这个时间的飞逝。我们希望让大家去想一下，您和您父辈就是生活的这些时光里，你们生活的环境有没有变化？它变成了什么样子？那这些变化是不是值得的？所以我们设计了这一个互动的区域。就是这个一翻100年，是吧？对。然后这个这么着，就是让观众自己去看呢，就是感觉，我觉得就是不会像一般的影展似的，就是作者弄一大堆照片是强势的，这个可能要求这个观众被动的去看去接触，但是说这些呢，我们就是想你作为观众，你可以去自主的去发挥一些你的这
些个这个观察呀，或者说跟我们这个展进行互动啊，我觉得还是一种比较平等的这么一种关系。对，那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然后我也想分享一下我作为这个新晋策展人的这个感受。然后我们在就是布展的时候，然后整个环境其实是很乱的，有好多梯子，然后这个空间里的气味也不是很好，有好多胶水的味道，但是好多朋友不自主的就走了进来，然后坚持了看完你所有已经贴上去的照片和文字，然后他会跟我交流，他说觉得王维真是一个伟人，特别的学术，我觉得非常感谢他们。对，但是区别于好多朋友对你的认识，我可能作为你的夫人，然后和你跑了数万公里的这个铁路，然后包括国内外一直在很艰苦的这个环境下去探访，我也有了一些新的感触吧。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十几年一直关注你喜欢你作品的朋友，然后他们其实真实的就见证过你的一些成长，但是我没有，我认识你的时候就只是2年前才认识你，然后那个时候王维虽然还保持着对遗产铁路考察与保护的那种热情，但是每当提到一个一个他经历过的一些老建筑一点一点离他而去的时候，他是伤心的、遗憾的，甚至是愤怒的，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个展。我们希望通过展示墙上的图片、墙上的文字，还有我们想和大家互动的这些方式，来传递一些很细腻的情感，是大家看到的王维这个学术形象背后细腻的情感。因为王维做铁路遗产保护这个工作做了17年，他从15岁就开始做，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吧，一直是一个公益的事业，公益事业，没错。对，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有一些很细腻、很触动的情绪，朋友们来参观完这个展之后是能够体会到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展，然后真的来到了现场，可以带走一份王维精心制作的一份小礼品、小礼物。这边是他拍的照片做成的明信片，这是王维出的追火车的书，还有比较精美的国内外售出的挂历和日历这些精美的礼物，如果您喜欢的话，可以带走一份。然后所有售卖的所得全部用于王维的遗产铁路的保护工作。然后我们这边售卖的形式是这种自助售卖，大家喜欢哪个就可以拿走哪个，然后可以自觉的付款。但是如果有朋友忘记付款了，其实也没有关系。如果这些东西躺在您的家里，然后您无意间的发现它了，然后拿起它了，看了它，想起了王维做的这个展，做的这些事情，可能对您有一些启发，或者是有所行动，我们是非常欣慰，我们非常乐意的对，非常这个是发挥了它本应有的作用。没错，所以就是说，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自助售卖的形式，我们希望在这种文明的、开放的、自由的环境下，和大家用自助售卖这种形式去交流和交换。最后，望观展的你们，拿起相机，运用社会纪实摄影的方式，积极的影响被摄物的命运，也就是影像的力量，是吧？对，还望观展的你们尽己所能，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提高文保意识，是吧？当然，最重要的呢是望观展的你们唤醒公民意识，与社会进行良性互动，勇于揭露和批判现实，才能有机会改变现实。